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邵峰。这一次川普没在场却赢了全场，习近平在场却失去了话语权。韩国庆州，一场被称为史上最诡异的 APEC 刚刚落幕，川普提前2天离开，峰会却完全照着他的剧本走。联合公报删除了自由贸易和 WTO 这2个中共最爱挂在嘴边的词， AI 人口与文化产业取而代之成为新焦点。韩媒直言，这是美国力量的回归。而在镜头另一端，习近平刚和李在明会面，收到一副价值近500万韩元的榧木棋盘，外表是礼物，内里像暗示，这盘棋习近平已经输了。更让人震惊的是，台湾从习近平与川普的会谈里被消失，整场川习会没人提，没人敢提，连新华社都改口只谈和平统一，这不是巧合，而是信号。同一时间，川普悄悄完成了一场真正的世界布局，他联合日本、澳洲，打造自由世界的战略矿脉，在稀土战线上全面取代中国。美国财长一句话说穿，北京的稀土管制是战略误判。这场庆州大会让全世界看懂2个现实，一个叫美国回来了，另一个叫中国失声了。中共官媒央视报道，11月1号夜间，中共党魁习近平结束韩国之行返回北京，由韩国主办的 APEC 在当天闭幕。美国总统川普在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后，10月30号离开了韩国。川普闪退之后， APEC 展开了为期2天的会议。经过 APEC 21个成员国紧张而艰苦的协商后，11月1号在峰会结束时一致通过庆州宣言。这份联合公报标志着 APEC 在方向上的重大转变。重大关键的突破有2点，一是首度将人工智慧、人口变迁与文化与创意产业提升为亚太区域合作的核心议题，以应对当前世界的挑战并开拓新机遇。二是删除了常年固定出现在历届 APEC 领袖宣言中的自由与开放贸易及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字眼，这似乎显露了美国的力量。韩国媒体报道，据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在庆州宣言文本协商过程中，美方始终反对插入让人联想到支持多边贸易体系的措辞。川普 2.0 誓言让美国再次伟大，向世界各国征收关税。APEC 宣言中措辞的变化是对多边贸易原则的拨乱反正，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萌发的本国优先主义动向有望持续下去。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新里奇基金会贸易政策负责人戴博拉·阿尔姆斯表示，领导人能够就联合声明达成一致，可能是一个奇迹。因为一些 APEC 经济体一向立场强硬，将任何商定的措辞纳入文件都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努力。奇迹却这样发生了，说明参与 APEC 峰会的国家对美国越来越尊重，避免使用美国在破坏自由贸易，而中国成为多边主义的守护者这类措辞。首尔西江大学国际贸易教授徐云指出，这反映出成员国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范式转变，没有多少国家相信一个排除美国的新贸易秩序是可能的。因此，尽管川普在峰会正式开始前便提前离开，但美国立场仍在联合声明中体现。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胆与美国叫板。加拿大总理卡尼在韩国庆州参加 APEC 峰会时，也因安大略省在美国播放的反关税广告向川普道歉。据韩联社报道，在 APEC 最后一天，韩国总统李在明与习近平举行了首次峰会。李在明向习近平赠送了榧木棋盘，这是最上等的木质围棋棋盘。几天前，李在明送给川普的则是一顶金冠。
李在明办公室表示，赠送给习近平的围棋棋盘使用的是最珍贵的榧木，这种树木原产于韩国济州岛。中韩两国领导人都喜爱下围棋。李在明办公室称，11年前习近平访问韩国时曾收到过围棋棋子，此次送棋盘正是基于这一背景。网上一些使用同类木材制作的大众围棋棋盘售价接近500万韩元，约合3517美元。李在明还赠送了习近平一个采用韩国传统螺钿工艺制作的漆器托盘，象征着韩中关系友好延续的愿景。10月29号，李在明与川普会面。李在明向川普赠送了无穷花大勋章，这是韩国对功绩卓著领袖的最高致敬，表彰川普的朝鲜半岛和平推动者角色。同时，川普还获得了一顶复制的金王冠，王冠上有高耸的金片和垂坠的树叶形装饰。据韩国媒体 KBS 报道，习近平送给李在明夫妇的礼物是文房四宝和小米旗舰曲面手机。习近平表示，手机的萤幕是南韩制造，李在明却笑着询问手机的通讯是否安全。习近平指着手机说：“你看看有没有后门”，引得习李二人大笑。这是外界罕见看到习近平开玩笑的轻松一面。11月1号，在韩国庆州 IPEC 峰会东道主交接环节，习近平宣布，下一次 IPEC 峰会明年11月将在中国广东深圳举办，这将是中国第3次担任 IPEC 峰会主办方。中共官媒新华社11月1号报道，中共明年将举办孙中山诞辰160周年纪念活动，目的是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从中共官方的措辞可以看出，统一仍然是中共不敢松口的政治正确，但披上了和平外衣。川习会前，外界预测台湾应该是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会谈的主题之一。川普本人从会谈到台湾，变成中方可能会提起，到会后则说完全没提台湾。这说明什么？对台湾议题，川普已经有了应对预案，只是习近平这边很可能发生了变故。台湾是中共建政一开始就耿耿于怀的一根刺，因为台湾是中华民国落脚的地方，而中华民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正朔，这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所在。因此，只要中华民国存在一天，中共就是一个篡位夺权的逆贼。值得注意的是，今年9月19号的川习通话，中美双方发布的官方声明都没有提及台湾议题。今年5月5号，川普与习近平进行了长达90分钟的通话。川习通话后，川普在社群平台发文指出，双方处理了稀土与中美贸易协议问题，文中并未提到台湾。而中共官媒新华社5月5号的报道称，习近平说美国应当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并称川普表示美方会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5月5号，习近平似乎都提到了台湾，但在随后与川普的通话或会晤中，台湾问题却不见了踪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台湾问题就从习近平的本子上消失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美国外交杂志最近刊文认为，习近平到底是大权在握还是大权旁落，外界争论不休，实情令人困惑。从目前的情势来看，川普已经赢得了全世界普遍的尊重，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高唱多边主义的空间越来越窄。在国内，习近平很可能已经落在中共老人帮的控制之中。中共权贵集团、太子党依靠中共政权积聚了巨额财富，中共政权是他们继续获得财富的靠山。一旦台海战争爆发，中共政权就可能灰飞烟灭，这是他们不愿看到的。所以在韩国，习近平成了在前台表演的牵线木偶，所以他与川普的会晤中对台湾只字未提，
这似乎让川普都感到意外。在伯明看来，中共的野心想让美国充当农产品出口国，中共自己将垄断核心科技，掌握全球制造与战略资源。中共今天的稀土管制政策的升级， AI 与半导体技术的突进，国营与私营科技巨头的联动布局，正是中共这个战略愿景的雏形。然而，美财长贝森特则认为，中共的稀土管制是战略误判，美国2年内就会实现稀土自给。10月31号，贝森特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北京威胁限制稀土出口是一次真正的战略失误。他强调，美国将在未来12至24个月内建立替代供应体系，削弱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影响力。贝森特指出，尽管中美达成阶段性停火，但双方关系仍存在结构性矛盾。美国仍将继续敦促中国进行产业结构改革，以应对产能过剩等问题。贝森特说，我们设定了标准，我相信世界其他地区会跟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今年下降了 25%， 而中国制造业已连续7个月萎缩。贝森特最后强调，美国在军事、经济与科技领域仍保持领先地位。川普此行巩固了美国作为全球资本和创新中心的地位，中国很清楚这一点。贝森特的话句句落在实处，丝毫不掺水分。旅美中国经济学家赵晓也在10月31号撰文说，川习会前夕，川普悄然完成了全球战略版图上的最后一块拼图——稀土。当他与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签署美日关键矿产与稀土供应保障框架协议时，一个横跨太平洋的资源、技术、市场新闭环宣告成型。这当然不只是一项贸易协议，也是地缘战略的重构。稀土被誉为工业维生素，是军工、晶片、电动车、清洁能源的命脉。过去30年，全球 90% 以上的稀土供应依赖中国，这使得世界的高科技产业链如同被一个看不见的磁场束缚，只要北京轻轻一转阀门，全球工厂便会顿生寒意。川普深知这一点，自2018年发动关税战以来，他的目标从未只关注于贸易逆差，而是供应链主导权。稀土正是这一主导权的核心资源。经过7年布局，川普政府终于在2025年完成3重锁链：一、美澳合作，以85亿美元投资，开发澳洲 Lynas、Iluka 等稀土矿，锁定原料端；二、美日合作，由日本转让分离与磁体制造技术，在加拿大与美国设立加工厂，突破中游瓶颈；三、美马泰碱合作，在东南亚布点，建立多元供应备份，防止单点风险。这是一条由西方主导，替代中国新稀土思路。在川普眼中，它是自由世界的战略矿脉。在这条自由世界的战略矿脉中，日本角色也从被断供者转变为技术盟主。那是2010年，中国曾一度对日本断供稀土，这几乎让日本的高端制造陷入停摆。东京痛定思痛，10多年来，日本企业悄悄磨练回收、分离与再制造技术，储备稀土原料，并建立精炼资料库。如今，当高市早苗以技术加资本之资与川普签约，日本已从稀土受害者转身为技术盟主。它能为美国提供的不仅是资金与设备，更是独步全球的工艺诀窍。其一是分离纯度可达 6N 级，其二是回收效率领先世界，最后磁体制造专利广泛应用于汽车、半导体与军工。而美国提供的则是市场资源与政策支撑。双方将在加拿大建分离厂，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建磁体工厂，在西澳建加精炼厂。这意味着美日不再只是盟友，
而是共建战略工厂体系的合伙人。稀土不是中共可以垄断的矿产，其他国家也有。像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拥有全球约1/4的稀土储量，矿石品位居世界第一。但长期以来，澳洲企业因环境污染问题，加上稀土价值很低，银行不愿贷款，只能将矿石运往中国进行加工精炼。美澳协议签订后，这一格局正被改写。通过美国资金与日本技术的输入，澳洲将成为自由世界的矿山，提供稳定原料，并在本地建设清洁精炼厂。这不仅提升澳洲的产业附加值，也让其在地缘政治上获得新的主动权。美日澳的三角合作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循环系统。澳大利亚出矿，日本出技术，美国出资金与市场。这正是川普所谋划的替代性生态，一种不再依附中国的资源文明。在赵晓看来，中共面临着双重困境。中共尽管掌握全球最完整的稀土产业链，尤其在分离与精炼环节具有无可匹敌的经验积累，凭借串集萃取理论与工艺，曾让中国在稀土纯度与成本上领先西方10倍。但中共的稀土管制新规很可能是自打耳光。中共声称，凡使用中国设备、技术或含中国稀土成分的产品，如果再出口第三国，需经中方审批。问题是，如果这一切生产都发生在境外，中共如何监管？当技术、设备、资本与市场同时外移，中共的稀土垄断正在经历被动去中国化的过程。所以，川普与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10月20号在白宫签署关键矿物协议后说，从现在起的1年后，我们会有非常多关键矿物与稀土，多到都不知道要怎么办。庆州之后，世界听见的不是中共的声音，而是美国设定的节奏。这场谁在掌旗的比赛其实早已结束。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